本期浪姐我将全程带入王蒙视角来看这个掉进美女窝的美滋滋人生，试问谁不想试试？目前为止，我已经磕到王蒙和好几位姐姐的 CP 了，奖池还在增加。看这条视频，接王蒙和美女贴贴的好命。首先请上我们的父母爱情组，王蒙腰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而李小冉到处张罗给他找抱枕。这一段真的太真实了，就像我爸娶了大美女，一辈子翘嘴的那种，被老婆忙前忙后照顾，一边嘚瑟一边到处抱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大晚上的做梦都要笑醒的那种。我给你找来，有不是他们不人家还抱着呢。哎，你回来，你回来，谁也管不了他，岁数大，真没人能管了他。你管呀？我管不了啊。给，就治我来着。再者，这个有时候口无遮拦的王蒙也会被年纪大了谁也管不了他的 CP 制裁。节目组要公布一公乘风值前3，搬出了一个领奖台，瞬间把王蒙镇住了，字还没说出口就被李小冉几巴掌制裁。谁能想到，几度因为所谓情商低被吐槽的李小冉，在这里反而成了情商大师。你别老你能不能行？你再说，你把那个收回去，不要装说。2公拆队后，李小冉依然是队长，但组员换了一波。他们组这次抢到的歌是《我会等》，没2天就要小考。上台前就能看出李小冉紧张到魂都不在了，幸好这首靠真诚取胜的歌被他们组唱还算不错。尤其李小冉平时看起来好像随时不在线，真的需要认真面对的时候，又像随时准备接受抽查的小学生，认真全写在脸上。王蒙虽然平时对他抱怨，但那更像是溺爱，这种时候看到他认真的样子，溺爱根本藏不住，磕得我满脸红光，无声尖叫。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再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早已习惯把眼泪当作汗水擦掉。这里提一嘴，节目组公布1公前3的时候，一个世界冠军有这样的胜负欲和自信，我是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但他不仅把自己放到了前3的位置，还把林小冉也安排上了，理由很简单，就是这种毫无理智的偏爱。小冉姐姐刚才根本不想过来的，没有任何理由，我觉得这乘风值第1的就应该是他。干嘛？凭什么？干嘛？关于这个前3预测，还有更好磕的就是王蒙和孙怡这对。预测之前让姐姐们自己拿名牌，觉得自己排第几就放到对应区域。一片混乱里，孙怡把名牌放到了偏后的位置，王蒙悄悄走过去，把自己放进前3，顺便把孙怡的牌子也挪到了前3。这个片段如果觉得还不够好磕，可以连起来看，再仔细想想这2个人的渊源。这一段简直可以让范玮琪来唱，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当配乐。要知道这2个人虽然到现在还没组过队，但已经暗流汹涌很久了。1公组队选人时，王蒙一出场就有很多人选，其实孙怡也选了，但王蒙当时看孙怡就是这样的态度10个里面就我1个没选。哎，我跟你说，在那个屏幕，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在那个屏幕里看你们在说话的时候，只有你发言的时候，在这个我是觉得哈，你都是站出来说话，从那个屏幕里这样吗？对，你这是我又不是故意的，但我的每个发言都是很真诚的。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快进到后面却变得格外好磕。孙怡作为队长1对1输了，别人是心疼惋惜，王蒙却气得不行。赛后大家都去安慰孙怡，王蒙混在人群里晃了一圈，也想去看，人太多又甩着手走了，这是什么在乎又不敢靠近的戏码？再看这一波预测前3，暗搓搓把孙怡挪到了前3，何尝不是另一种在我心里你就是前3？这句话可是他自己说的。是观众给我投出来的吗？啊，你这位观众叫做王蒙，主要是私心。我就看这个王蒙在浪姐里如鱼得水，和每一个高挑大美女都能来点故事。选人时选曾沛慈是这样表达心意的。这啥意思啊？哎呦我的妈呀！是心动啊！他会这种，他好会哦。在曾沛慈这里是狗感，在黄灿灿这里是秸秆。要黄灿灿仔细说，认真说，为什么选我？好，听话的小妹，姐全收。灿灿，这把你好好表达啊！这次比上次强太多，表达了自己，他听话，他能干。那行，来吧。哇！为了混入美女窝，王蒙是什么都学，认真学，钻研着学，抢先一步学，一些比心之类的招式学得手拿把掐。恭喜队长啊，组队成功了！哎，恭喜！哎呀，
他们还不适应这种甜，我还这样呢。你已经习惯了。这两个人还是蛋蛋的前队员，被蛋蛋前来嘱咐要好好照顾他们。腰疼的王蒙前一秒还坐立不安，想往地上坐，下一秒挣扎着爬起来，都要嘚瑟几个节拍，真把人笑到腰疼。王蒙，替我好好照顾他们俩啊！你看着啊，看，走着瞧，蛋蛋老师，走着瞧。就这么一个全女综艺，居然还能有黎明的事，当然还是和王蒙有关。练习时念着，唱到某句歌词，王蒙说自己唱不上去，让黄灿灿来，笑死。歌词里有黎明，又把这位天王拉出来，丢脸了一次。王蒙，你倒是铿锵了，管过黎明的死活吗？别呼唤我，能呼唤来咱就喊了，不呼唤不来就不喊。哦，黎明大哥能来，我这句话我就喊；他要来不了的话，我就黎明呼唤我，我怕他不来丢人。他要能来，我就黎明呼唤我。顺便一提，他们组这个篇章的小考又是一个王蒙在哪里，快乐就在哪里的场面。一首 vocal 曲可把曾沛慈类够呛，和声忙左忙右，效果却被天才网友形容成曾沛慈和两头牛在拼命。这种比喻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当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你离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点亮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就在勇敢过后，唯有万里星空，黎明呼唤我。二次公演小考倒是没有一公小考那么多乐子，但在第二次小考里发现了更多值得 pick 的姐姐，比如乌兰图雅。对达拉崩来说，只有2天时间。前一天乌兰图雅还在用汉字标注学英语，第二天小考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不只是唱跳居家的那种完成度，而是已经有舞台氛围的效果了，真的很厉害。也是这个小考编排让人很难不注意到万千惠这个舞台编排就是她主导的。一方面为了让新加入的姐姐能快速融入她和乌兰图雅的队伍，用了很有趣的编排来应对小考，另一方面她确实动了脑子，这么高难度的歌只用2天想拿高分很难，于是另辟蹊径，希望用编排争取评委的惊喜分和创意分，很难不注意到这样脑子灵活的姐姐。李小冉组的我会等小考也很不错，没有多余技巧，反而让这首歌更动人，现在真的很期待2公舞台了。接下来是孤单北半球组的陈瑶，其实这一组整体都不错，陈瑶意外的很适合这首歌，在队员偶尔有些瑕疵的对比下，她的不完美更有氛围感。不停止，我望着蓝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最后是妆法组的小考，这首念我对萧蔷和温峥嵘来说应该有点难度，但温峥嵘在这样的压力下虽然带着一点喜感，还是完整的完成了表演，很想给他鼓掌。这次会特别注意他，其实还是因为2公选人时他站了5次，真的很让人动容。之前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他的表现没什么印象，但这个选人环节先经历了一轮意向互选，又到自由组员再次起立备选，温峥嵘前后站了5次都没有被选择，看到这里真的会有点替他尴尬，也很心疼。峥嵘姐姐就一次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因为她是我的前队友，而且一直很努力，一直在很拼的这种一个状态，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她的这种心情。不过也是她一次次站起来更让人佩服，这个年纪来乘风还能有小女孩的样子，也有不怕丢脸一次次为自己争取的坚定，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姐姐身上共有的魅力，就是愿意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抓住机会。所以看她小考舞台也许没有多惊艳，却会对她多一份宽容，因为在别人要求她之前，她已经先在要求自己了，能给她的也只有这样的善意与理解，真的很幸福。这个浪姐又让人找回了那种全民一起沉浸的快乐感，在这个当下能看到这么多充满生命力的姐姐，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们觉得呢？评论区聊聊吧。